家里的插排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插头你看插上去以后啊，非常的松动，就这样一弄，你看就掉下来了，根本没办法使用。出现这种情况，它的根本原因啊，就是里边的铜片没有把这个插头给它夹住，所以说啊，它非常的松，也没有办法使用。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没有必要去买这个插排。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啊把它给拆开，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能把这个插排给它修复好。修复好以后呢，非常的好用。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首先呢，就是先把这个插排后面这4条螺丝给它拆下来，拆开螺丝之后打开盒。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呢是非常简单的。好，拆开之后呢，我们看啊，像这个母牛的出这个插排啊，它这边呢是有个塑料壳的，像其他的品牌啊都是没有塑料壳的，更容易拆。而这个母牛呢，拆的啊就稍微有点费劲，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啊，也是可以把它拆开的。首先呢，拆这个母牛的时候呢，先把上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小盖给它拆下来，就可以啊看到里边的铜片。把这个盖给它先抠下来。希望母牛看到我这视频以后啊，把它的做工啊，就是工艺改一下，因为它这个出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这个设计不好拆，有点麻烦，应该学习一下人家其他的品牌，拆的时候非常容易。好，也没问题啊，把它给拆开了。拆开以后，我们首先看啊，像这个插座、插头插上去以后呢，非常松动，它的根本原因啊，都是你看这里边的铜片看到没有？这两侧。是因为这个缝隙变得非常大了，没有办法夹住这个插头，所以它才非常的松动。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用个1字的螺丝刀，你看啊，把这个插排这边的片啊给它撬一下，你看撬的让它紧一点，这边撬完以后，然后再撬一下这一面，哎，就这样拨一下，你看。这样处理完后，这边啊，你看这边的缝隙还有这边的缝隙变得就非常的小了。经过这样处理完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用了。然后啊，我们把这个上面的盖再给它扣回去。好，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非常的紧了，是不是？你看非常紧，和新插排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听。看，非常好用。所以说，插排以后遇到比较松动的情况呢，我们只需要这么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修复好这个插排了。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像插排上使用的这种移形螺丝，我们用普通的螺丝刀，你看根本就卡不住，也拆不下来。你看这个移形螺丝呢，它用的不是1字的，也不是10字的，而这个移形螺丝前边啊，就是上边是有个尖的。螺丝刀呢前头也是个尖，所以说尖对尖是没有办法拆出来它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无论是哪种移形螺丝，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不需要用专业的螺丝刀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插排就是有问题的，想给它拆开维修呢，根本打不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呢需要找一个就这样的木头条，然后呢再找一个就这样的10字的螺丝，把它拧在木头条上面，我们用螺丝刀啊给它固定一下。你看，给它拧上以后，就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把插排上面的这个螺丝给它拧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哎，给它放进去以后，卡住了以后，我们就逆时针这样转，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呢就可以把上面的螺丝拆下来了。哎，我们看啊。你看，这样呢就拆下来了，怎么样呢？你看这个移形螺丝前面是挂尖的，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正常的这种10字的螺丝呢，你看正好它们两个是吻合的，它是挂尖的，然后这个呢是里面有个凹槽，10字的凹槽，它们两个呢，你看正好放上去以后是吻合的，这样你看没有？这样一拧，这个螺丝啊就能很快的把它给拆下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啊，像这种螺丝呢，在家里面都能找得到。然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其他的这种移形螺丝。我们看这个是 Y 字形的螺丝，这个呢是这种 H 型的。像这个 Y 字形的呢，
也不需要用专业的工具啊。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家里的这种小的一字的螺丝刀，其实呢也可以拆这种 Y 字形的。我们看，把它放上去，我们看怎么样呢？这样也是可以卡住，也可以拆这个 Y 字螺丝的，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 H 型的，正常情况下呢，用个一字螺丝刀是根本没有办法卡住的。我们看，无论怎么卡，它也卡不住，拧个边呢，它也用不上力，拆不下来。其实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螺丝刀给它改装一下，用个锯条或者是角磨机，从中间给它拉一个豁口，锯一个豁口就可以把这螺丝拆下来。你看呢，我这边就有一个是用一字的螺丝刀，中间呢就是拉了个豁口，切割了个豁口，你看这样就可以拆这种一型螺丝了，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啊。家里的电风扇不转或者是转速慢，先不要着急换电机。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修好它。首先看啊，像这个电风扇呢，我们在处理之前呢，首先先看一下这个转轴啊，看一下有没有卡轴。如果啊就是转的非常轻松，但是呢给它插上电以后呢，它启动不起来，自己不会转，然后呢用手这样拨一下之后，它就可以启动起来，转起来了。像这种情况呢，它的原因呢都是上面这个启动电容出现了问题。我们呢只需要换个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像这种电风扇上面的启动电容呢，一般都是 1.2 微发的。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电容给它更换一个，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手里面没有 1.2 微发的电容呢，其实我们找个 1.5 微发的也是可以的，只能比原来这个电容它的容量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比它小了以后，这个电容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因为电容小了以后呢，电机启动困难，然后它会发热，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烧坏上面的电机。所以说换这个电容的时候呢，一定要比之前它的型号一样，或者是稍微大一点，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等我们换上电容之后，然后像这个电机就可以解决，它自己转动不起来，或者是转速非常慢，转动无力的一个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电机不转或者转速慢，没有力气。像这种情况呢，也要先检查一下上面这个转轴。你比如这一台，你看这个转动的非常的沉，像这种情况呢，它自己转起来以后肯定是没有劲儿的，转速也非常慢。像这种情况呢，你看就说明是这个电机卡轴引起的这个情况。我们给它处理的时候呢，只要给它注点油，润滑油就可以了。有些朋友在注润滑油的时候呢，就选择在这个地方注，前面注点，然后这个后边把这个拆掉，注点润滑油。其实像这种方法注完润滑油后呢，用个1-2天，它还会严重缺油的，还会出现这种卡轴的情况。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呢，就是先把这个电机我们给它拆开，拆开之后，在它的内部注油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后这种注油方法呢，也是最耐用的注完油以后，像这种电机再用个1-2年是完全没问题的。操作之前，首先呢，先把这电机给它拆开，上面呢壳上就这4条螺丝。好，现在我们拆开以后可以看到像注油的地方呢，主要是把它的润滑油给它注在这个轴套上面。这个轴套周围它是有吸油棉的，吸油棉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储存润滑油，它是可以储存在这个里面的。我们一般常用的都是用这种缝纫机油，这种油呢浓度比较低，注油的地方呢把它注在这个轴套周围，让这些润滑油呢给它储存在这里。然后在这边也一样，同样把它注在，你看这个已经卡轴了，非常的难弄，是吧？说明这个严重缺油了。也是注在轴套上面，注好油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机再给它复位，再给它安装起来，把螺丝再固定好以后，在这个轴套这个轴上面再点点润滑油，还是一样，前后拉一拉，再转一转。你看现在就非常松了，是不是？不卡轴了。接下来呢，把这个电容上面呢，我们给它缠上绝缘胶带，来通上电来测试一下。我们看现在的电机就可以转动起来了，是吧？而且转得非常轻，转速也非常的高。你看像这个穿针引线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很轻松就可以把这个线穿到针里面去。但是呢，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因为岁数大了，眼睛花了，
当穿这个线的时候呢，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把它穿进去。如果想要找一个年轻人来帮你穿线的情况下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在家，都出去务工了，想找年轻人来穿个线的话，很不容易找到人。给大家呢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收藏一下视频，方便呢以后家里的老人可以用到这个方法，非常的轻松，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穿进去。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先把这线拿出来，然后呢找一张纸，就这种普通的纸就可以了。大家呢收藏一下视频，方便呢以后家里老人来看。你看把这个纸给它对折，就这样，你看对折一下。这个线穿不进去的原因呢，就是说明这个线太软了，然后这个针孔太小，所以呢眼花看不清引起的这个问题把这个线把这个纸对折了以后，然后呢把它再分开。接下来呢把这条线我们给它放到这个纸里面，你看放到最下面的对折的这一部分，放到这儿，然后呢把这个纸再给它对折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看把这边这个线往下捋一捋，往下弄一弄，然后呢找个剪刀，我们来看找个剪刀把它给剪一下，剪成一个斜角出来。大概呢这个角度呢让它越尖越好，大概就是个30度的角你看这样剪下来以后，然后你看把它再反过来，这个样子呢我们把这线往下捋一捋。这个时候我们再穿线，你看因为呢借助这个纸的这个力量呢，这个线呢就会变得非常硬了。然后你看就算闭着眼睛凭感觉也可以把这个线给它穿到这个针孔里面。你看穿进去以后，然后你看接下来呢用指甲把这个纸给它掐住之后往这边转，用力转，你看转完以后把纸转坏，你看这个线就拉出来了，是不是？拉出来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纸就可以给它去掉了。怎么样呢？这个呢就是快速穿针引线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算看不清眼睛花了，凭感觉呢也可以很轻松的把这线给穿进去。怎么样呢？希望这个视频呢帮到大家，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修一块广告屏，就是这一块 LED 广告屏，它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没有，这一部分不显示了，没有任何反应，就是前面这儿都显示正常。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电源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屏拆开来检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拆这个屏的单元板也非常好拆，我们只要拿个这个稍微扁一点的撬棒插在这个缝隙里面，然后这样一撬就出来了。这个单元板后边是，我们看一下，它是有这个吸铁石，它是吸在后边这个上面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块就是集中电源，它这个电源是5伏的。这一个电源现在它一般都是连接的，我们看这是竖着是4块板，它连接是3排，这个是带动了是12块这个 LED 的单元板。现在我们用弯表测量一下，看这个输入端有没有220的电，我们看一下，输入是有239伏，输入电是有的。然后我们测量一下这个输出，看有没有电。我们看这个输出，它的电压是明显特别低正常这个输出是5伏电压才对，现在是1.7多伏，这电压明显是不对的。现在可以确定是这个电源坏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前边应该还有2个电源，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应该也是坏了。这一块电源我们也拆出来了，用弯表测量一下，看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我们看下这个电压，它是0.68伏，这个输入电压更低，它这个也是电源坏了。这个广告屏它有4块板的高度，我们看一下是1、2、3、4块板的高度。假如这个屏有1块板，这个假如一长排出现显示不正常，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显示屏上面这个排线的问题，就这个排线的问题。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整个上下都不显示，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电源的问题。我们只要把这个坏的电源换上，一般都能修好。这个屏上面一共是3块电源都坏掉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只带了2块，现在我们把这2块给它换上去，来试一下，看这儿能不能显示正常。现在这2个新的电源是5伏40安的，这一块电源可以带动12块单元板。更换电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电源的最左侧 L 和 N 是220的输入电，然后这边就是输出电，
输出5伏的电压，一定要把这个正负极给接对。好了，现在这个屏已经没问题了，就差最后一个电源了，到时候把这个电源再换上去就 OK 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路板上面的这个绿色的小元件，从它这个外观还有这个上面这个侧环，大家可能认为它是一个4环电阻，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电阻。我们看一下主板上面的标注，它这儿写的是 L 就证明它是一个电感。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电阻啊，它的标注字母是 R。然后从外观我们看一下啊，它要比这个电阻它要粗的很多。外观粗的原因啊，是因为它这个电感上面是缠绕的很多这个气泡线，所以说它的外观比较粗。这种4环电感现在用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再看一下这块板子上面也有一个，看一下是吧？然后这个4环电感它也是分大小的，它的大小也就是类似于跟这个4环电阻是一样的。我们看上面都有这个色环，它是通过色环来计算它的大小。4环电感它这个4环啊都是4个环，4道环，它不像这个4环电阻有4环、5环、6环，分好几种，它只有这一种4环。然后这个读取方式和这个顺序啊，和4环电阻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末端啊，最后一端它是银或者是金，它这个就最后这个它是代表是误差。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读取方法，就是先从这边开始读取，它是棕黑红银。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读值是多大的。我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小工具，我们把它先点开，我们打开这个4环电感识别这个软件，然后是棕黑红银是吧？我们想一下，第一个是棕黑，然后红，最后是银。点完之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计算，它这个大小是1毫亨的，然后误差是10%。知道电感的大小以后啊，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还有就是这个4环电感判断它好坏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都知道这是电感是吧？电感呢，我们就用王阳表的2级高档来测量它两端，看它导通不导通。如果不导通，就可以判断为这个电感已经损坏了。今天才知道，原来把报废的充电宝拆开这样用，它的使用价值呢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都非常的实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报废的充电宝，就不要当做废品卖掉或者给扔掉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呢，我们就是先把充电宝里边这个板和电池给它把这个连接线给它先剪开，让它分离开。然后呢把这个板给它拿出来分离开，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接下来找一个报废的 LED 灯，在后边呢拆2个这样的磁铁。如果没有这个磁铁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这个磁铁在使用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好，拆下来一个磁铁，然后呢再拆一块磁铁，拆2块，因为有磁铁等会儿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我们来看，把磁铁拆下来以后，接下来找2根电线，分别呢给它接在磁铁上面，一个黑色一条红色的电线，这是2条电线。好，把它拧紧。接好线后呢，就这样的。然后呢，把这个小板拿出来，看一下上面焊电线的这2个触点，这边有个加号，说明它就是接电线的正极；这个减号呢是接电线的负极。然后呢，分别把这2条线给它焊上。红色的接在这个正极上面，然后这个黑色的接在负极上面。就这样，你看就制作好了。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看，像家里的数码产品，小风扇或者是手电筒了，假如呢上面这充电口坏掉了，又不想花钱去修，那么这个没电了以后怎么给它充电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池给它拿下来，用它呢就可以给它来充电了。首先呢，充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正极吸在电池的正极上面，然后黑色的负极接在负极上面。我们给它充电来测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先给这个充电宝上面这个板子给它先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来充电，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其实呢非常的实用。然后插在电源上面，我们来看，你看充电的时候呢，你看上面这个指示灯也是有的，是不是在这儿闪？看到没有？
闪的就说明啊，你看现在还差1格，这个电池就充满电了。这个方法呢，它不仅可以给这种18650锂电池，其实像其他型号的这种3.7伏的或者是4.2伏的这种锂电池，没电了以后呢，也可以啊用它给这个电池充电。你看不仅可以给它充电，而且呢充完电以后啊，这边也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可以给其他的电子设备充电，都是非常方便、非常好用的。这个呢就是充电宝报废充电宝它的一个废物再利用，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今天才知道，原来蜡烛还有3个非常好用的特殊功能，在生活当中啊，每一种都非常的实用。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只是认为蜡烛只是用来照明用的。但是呢，其他的3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呢，维修师傅们永远都不会跟你说。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它的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家里的衣服或者是这种包上面这个拉链，你看啊，当把它用了时间长以后，拉的一点不顺畅了，非常费劲，有时候呢根本就拉不过来。如果用力把它，即使勉强拉过来以后呢，这边它也合不在一起，合不到一块儿。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蜡油，给它修复一下就行了。然后呢，首先你看，就是把这个拉链上面呢，给它蹭一下，蹭点蜡油，这两边都一样。蹭点蜡油，它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就这样，你看蹭完之后，然后呢再来拉一下，你看非常的顺畅，是吧？多拉几次，越拉越会变得顺畅。这个呢就是蜡烛它的第一个妙用啊。它的第二个特殊功能呢，就是你看当家里的墙插啦，或者是插排啦，当这个插头往上插的时候，非常的费力，有时候呢用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插进去，特别难插。遇到这种情况呢，它的原因都是上面这个盖板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因为和插头磨损的严重以后变得不光滑了，然后所以呢往上再插这个插头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费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其实就可以找个棉签，然后在这个蜡烛上面呢这样抹点蜡油，你看没有？这样抹完以后，然后在这个插排上面这个挡板这个孔里面给它来点蜡油。它在这儿呢也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这样抹好以后，像这个插头呢，其实也可以这样抹点，抹完以后，我们来看，这样呢，你看，轻轻的往上一插就插进去了，是不是？而且非常的好用，是不是？怎么样呢？这是它的第二个特殊妙用啊。蜡烛的第3个特殊妙用呢，就是你看家里的 LED 灯非常的不耐用，坏掉了，我们用蜡烛就可以快速的修好它。首先呢，打开这外壳。然后把里边这个灯板给它拆出来，先用打火机把蜡烛点着，然后呢放在桌子上面烤一下这个灯板，要对准坏掉的这个灯珠。其实呢，像 LED 灯不耐用呢，一般都是上面这个小灯珠坏掉了，我们用这个蜡烛呢就可以快速的更换上面的小灯珠。你看，想烤个1分钟左右，大概等一下呢，你看这个小灯珠它就可以把下边这个锡给它烤融化。我们看现在这个小灯珠就掉了，是不是？然后呢，找一个其他的灯拆一个小灯珠，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放回去，然后呢烤一烤，把它焊上，就可以修好这个家里的坏掉的 LED 灯。其实呢，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么方便，这么简单，是吧？这个呢就是蜡烛3个非常好用的特殊功能啊。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移动 DVD 它不读碟，我们具体需要怎么维修？我们看一下这台它就是不读碟子了。我们看这儿显示无碟，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光盘的，它读不出来了。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先把这个磁头我们给它擦拭一下，我们用个棉签，然后蘸点酒精给这个激光头上面给它擦一下，擦干净以后，然后我们再放上光盘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读碟。如果还是不能读碟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更换这个总成了。我这一台是擦完之后是没有作用的，还是不读碟。我们现在就给它换一个磁头。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内部很简单，这个是磁头总成，上面是有电机的，然后是有2条线，一条是电源线，一条是排线。我们先把这2条线拽开。然后再把这个排线给拽开，我们把这个总成一块换了就可以了。这个上面我们看一下这儿是一个磁头，然后这儿是个电机，然后这个也是个小电机，它上面一共是2个，这一个是新的，我们把这个纸片给它拿掉，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在更换磁头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型号。我这个是 120V， 如果型号不一样的情况下，它是不能通用的。这个磁头总成安装也非常省事儿。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上面是有3个胶皮支架，是吧？然后对应这个壳子上面这3个位置，我们把它放上去就行了，它直接卡上就行。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磁头的排线给它插上去。插好以后，我们就接另外这2条线，这2条线也是一样，插到插头上就可以了。好了，现在这个总成已经安装好了。这个总成啊，时间买个也非常便宜，在我们更换的时候也不需要专业工具，只需要用个螺丝刀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把壳扣起来，来试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盘再放进去，我们看一下，已经读出来了啊，画面已经有了。其实维修很简单啊，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手机电池鼓包是挺危险的啊，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鼓得非常严重，看一下都成这样了，比较吓人是吧？它鼓包的原因分为2种，一种啊是根据它的工作环境，另外一种啊就是它的质量有问题。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种情况，它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下面使用，它就会出现鼓包，而且啊是鼓的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智能手机，在长时间玩游戏或者是看视频的情况下，它这个 CPU 它就会发热，然后这个电池它在往外放电，在放电的过程中，它这个内部也是有温度的。然后这个手机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电池是在这个环境上面工作，温度越高，对电池的伤害越大。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给手机在充着电，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样的话它这个内部温度会更高，温度越高对这个电池损害越大，就是温度过高以后啊，这个电池它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情况，就鼓包了，越鼓越严重。建议大家的手机啊，如果在玩的时候，如果 CPU 温度不特别高的情况下，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玩。如果手机温度高，它特别烫手，像这种情况最好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电池损坏。第二种情况就是手机电池本身的原因。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从外观上新手应该看不出来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电池，实际上这是一块山寨的电池。我们拿一个正品的来对比一下，我们看这个正品的上面这个字体啊，印刷的是比较清晰，而这个比较模糊。我们看一下所有这些字体都是一样啊，这个比较模糊。然后它这个山寨的它是肯定没有质量保证的。我们在更换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更换品牌的，不要更换这样的电池，只有是品牌的电池才有保障。吃完药以后，剩下这个外壳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打火机给它烤一烤，它的使用价值立马就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都非常的实用，有很多人啊都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3个在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也是最好用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就用打火机先把这个药壳后边这张铝箔纸给它先撕开一点，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我们来看烤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打火机不着了，烤的时候呢把这个铝箔纸啊给它烤成就这样微微有点发黑就可以了，烤成这样，然后呢可以把它给撕下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它的使用方法。假如呢家里的钟表或者是遥控器时间长了以后，上面这个弹簧啊都锈断了，然后在装上电池的时候呢比较松动，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铝箔纸给它呢多撕下来一点，揉成团给它塞到这个里面。你看这个钟表上面的这个机芯啊，就是你看这个边已经断掉了，电池呢是不能使用的，我们呢就可以把它揉成团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安装上电池，这个钟表机芯啊就可以用了。包括这个遥控器也是一样，都是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快速的修复好它。这是第一个最好用的也是最常见的使用方法。给大家再分享第二种方法啊，就是你看像家里的遥控器呢用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某个按键不能使用，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把遥控器先给它拆开之后呢，我们来看像遥控器按键失灵
大部分啊都是上面这个黑色的导电层严重磨损不导电出现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铝箔纸给它剪个小圆片，然后呢用胶水给它粘在就这个不好用的这个按键上面，粘好以后把它再安装起来，这个遥控器呢就可以快速的修好它。这个呢就是它的第二个药盒的它的第二个妙用。然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三个妙用啊，每个呢都非常的实用。我们来看，假如呢像家里的 LED 灯，你看非常的不耐用，一般啊都是灯坏了以后都是小灯珠坏掉了，这些灯珠呢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灯珠坏掉，它就不亮了。你看，首先先找到坏的灯珠之后，然后呢用个刀片把上面这个黄色的给它刮掉，接下来呢再给它刮一下，露出里边的金属这个部分。露出来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找一个电工胶带或者是透明胶带，也是一样，把药壳后边这个铝箔纸给它剪下来一小块，粘在这个胶带上面。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铝箔纸给它再粘在坏的灯珠上面，对好位置以后，然后呢给它按下去，多按压几次，让它粘得牢固一点。我们看，就这样，你看一个 LED 灯啊就可以把它给修好了。我们再通上电来看一下，你看怎么样呢？你看这个灯就修好了，是不是？修灯还是修遥控器都非常的好用啊。怎么样呢？大家呢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我们共同一起讨论学习一下。家里的剃须刀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变得非常钝了，一点也不锋利了。使用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夹胡子。像这种情况呢，大家呢先不要着急换上面的刀头，也不需要去换剃须刀。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很轻松呢就可以把上面这个刀头给它修复的非常的锋利，和新剃须刀效果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像这种旋转式的剃须刀或者是王府式的剃须刀，它们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啊。首先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先把剃须刀上面的盖儿给它打开，你看这儿有个按钮，按住它之后，然后这个刀头就可以取下来。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油泥或者是个糊渣，首先呢处理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呢先都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把里边这个刀头给它刀片先给它取下来。你看这边有一个这个小东西啊，捏住它，然后你看一拿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先把里边这个刀片给它取下来。你看这边一拿，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往这边一拔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你看这边呢是它的一个防护网，它的刀片就在这个里面啊，可以把这刀片给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首先可以找一个旧牙刷，然后呢把上面这些糊渣、一些油泥都清理一下。或者呢是在水里面用洗洁精给它清理一下也行。这是操作第一步啊，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脏东西呢也会影响剃须刀刀片它的锋利度。好，这样清理完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上面这个网子呢也是一样，给它先清理干净。接下来我们呢找一张纸，就是一个报废的烟盒，在这里面呢抓一张你的这种锡箔纸。它是可以起到一个研磨作用的。我们呢，你看把它用剪刀一小块小块的给它都剪一下，剪得越小越细，这个条越好啊，多来一些。这个修复剃须刀是非常好用的，把它剪成这样的碎末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些碎末放在这个防护网里面，然后呢，把这刀片再放上去。这样呢，给它安装起来，启动这个剃须刀之后，它就会把这个刀片研磨的效果非常的好。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剃须刀自带研磨功能的，不需要这样操作。其实呢，新的时候它的研磨功能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呢，用了时间长以后，这个刀片和这个防护网中间的距离大了，它的研磨功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方法给它起到一个研磨更好的作用啊。就是像这种往返式的也是一样啊，把这个碎末给它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呢，把这个壳这罩子再给它扣上啊。我们来给它先启动个2分钟啊，一定要记住这个要朝下，不要朝上了，朝上有可能这边这个纸会掉下去。这样呢，先让它自己研磨大概2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好，差不多啊，已经2分钟了。然后你看，我们把它给关掉，然后呢，把这个罩给它再打开，看一下里边这个刀片效果
你看这里边都是研磨完的这种，给它去掉，不用了。看这个里面变得你看这个刀片上面这个看着非常的锋利，是吧？这样呢，给它修复好以后啊，这个刀片其实呢和新的剃须刀效果啊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好用。